为阴仙人，有策有典，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就让我们一起识读孙武所作的《孙子兵法》。晚辈撒贝宁因为读了您的书，特来请教。我生于军事世家，听者国之大事，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子虚先生和伍子胥之间的情谊千古长存，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1972年，中国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了一座西汉墓葬。老师，我刚大学毕业，才20多岁，这些出土的竹简有2000多岁。齐桓公问管子曰：“难以置信，这是先秦时期的史料啊，太珍贵了。”竹简被运往北京，由专家鉴别。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内容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专门设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欢迎啊，欢迎你们加入银雀山汉墓竹简的研究工作，辛苦了。不辛苦啊。来，您看这根竹简。吴王问孙子曰：“再看这根竹简。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老师，为什么有2个孙子？”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中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将领。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兵家中有2位孙子。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13篇见于吴王阖闾。春秋时期，见吴王阖闾的孙子，名曰孙武。孙武既死，后100余岁，有孙膑。既晋孙子于威王，威王闻兵法，遂以为师。孙武过世后100余年，战国时期，齐国将军田忌向齐威王引荐的另一位孙子，名曰孙膑。这太重要了，这些竹简的发现，很有可能会解开《孙子兵法》的千古争论。对，老师，《孙子兵法》有什么争论呢？从宋朝开始啊，《孙子兵法》的作者呢就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孙武所作，有学者呢则认为是孙膑所作。您看这根竹简，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是《孙子兵法》。是啊，再看这根竹简，而秦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敬矣。”秦庞涓足以证明，这一部分兵法确实为战国孙膑所作呀。《孙子兵法》与失传近2000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足以证明现传的《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他解开了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的千古争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他会做出最肯定的回答。辛苦了。银雀山1号墓西汉竹简的出土，解开了《孙子兵法》作者的千年之谜。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就让我们一起识读孙武所作的《孙子兵法》。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历经2000多年，时光流转，《孙子兵法》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它不仅被誉为兵学圣典，更是将重战、慎战思想融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文化基因中。今天，就让我们共读这部典籍，体悟2500年以来历久弥新的思想精华。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老师们好。你好。《孙子兵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兵书，被称为100代谈兵之祖。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兵法》的版本啊，约6000字，分13篇，它就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本框架，也开创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先河。那刚才在开场戏剧当中，咱们看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作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谜呢？因为东汉末期啊，孙膑兵法就已经失传了。可是呢，人们又知道孙膑被庞涓挖了髌骨之后，发奋铸兵书。1972年，山东临沂发掘出来西汉的竹简《孙膑兵法》，才得以重新面世。刚才这个戏剧里边还提到“而秦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敬矣”。这段话呢，是《孙膑兵法》里边的。讲的就是庞涓被孙膑的谋略调动的团团转的故事了。证明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各有兵书，悬疑千年的这么一个谜案迎刃而解了。大家看我手中这个呢，就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的复制品。这上面写的是《孙子兵法》当中的第一句话：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呢，它讲的就是战争啊，它是国家的大事，它决定着军队和民众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在战争决策这个问题上啊，不能不慎重的考察。你就这第一句话，它就道出来了《孙子兵法》中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安国全军这一类的核心思想。再比如孙子还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很多人有点不太理解，百战百胜应该是很好啊。可是你深入琢磨，打胜了是好，但不是最好。最好的是什么呢？没有经过大规模惨烈的战争，小战甚至不战就征服了敌人。在孙子看来，这才是善中之善。历代的军事家呢，对此书是推崇备至，奉为兵家圣典。唐太宗就曾经叹服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诸葛亮呢也评价说：“孙武所以能自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古代众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这种战例呢，大体都是活用或者暗合了《孙子兵法》的这些思想。孙子兵法有很深邃的哲学思想，咱们都知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如果不知彼而知己呢？那叫一胜一负。那如果不知彼不知己，那会怎么样？那叫每战必殆。这讲啊，你要全面的考虑问题。再说一句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讲什么道理？哎，变化才是永恒的呀！哎，所以你看，你可以把它作为一本哲学书来看待，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伟大之处。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些富有战略性的眼光和辩证的哲学思想，让《孙子兵法》成为在世界范围之内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中国典籍之一。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将会怎样讲述《孙子兵法》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先去点读会看看主创人员们是如何识读《孙子兵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典籍里的中国的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前几期节目里，我一直在当代和古代之间穿来穿去。今天是第一次穿越到咱们的点读会，特别期待和两位一块儿来揭开今天的时空之旅。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吴镇宇，我在《孙子兵法》里面演孙武。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吴越，扮演伍子胥。我是典籍里的中国总编剧张坤鹏。我想问一下吴老师，您对于孙武这个角色或者历史上这个人物，您的了解和理解是什么样？我理解中的孙武，他在20多岁就一个人慢慢写完这个《孙子兵法》。他也用一生的时间来完善实践《孙子兵法》，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他是个天才，第二个关键词是有定力，所以很期待进入他的世界。吴镇宇老师刚刚对这个孙武的一些理解和思考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切中要害。这也是节目总导演啊带领我们节目制作团队在这个节目创作的早期总结出来的。我从小就知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击白头。对，他是一个忍辱负重、有仇必报之人。对，这个剧本写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吴老师给我们一起诵读一下，在这个故事当中最核心的一句台词。《孙子兵法》开篇的第一句。我觉得应该让吴老师用粤语念一遍。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同的发音，同样的思想，咱们要不一块儿诵读一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做部电影组装很多年，因为演员的生活感不好找，演孙武了，确实不是那么简单。来一遍，来一遍，子胥，孙长卿，你我兄弟情谊就此断绝。这
这个是我比较有感触的一场戏，演出的时候也是蛮感慨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孙子兵法》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军事巨著，节目采用戏剧和影视化的方式，一下拉近了观众与典籍的距离，十分巧妙。我觉得典籍是很有意义的。身为一个中国人，我能参与传播出去，跟很多我们的同胞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尔等贼寇已被我们包围，放下武器，让尔等不死！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再不放下武器，立刻诛杀！放下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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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去见田父子。对，去见田父子。走，走，起来，快点起来，快走。快点，快走！相传春秋末年，《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因为帮助吴王阖闾赢得了博举之战之后，归隐到了吴国的一个小山村里。他在这里带领村民修习武备，操练兵法，于乱世中护佑着一方的安宁。这个时候，他已经用回了自己原先的田姓，被村民称为田夫子。报！田夫子，流寇已俘获，请您发落。为何劫掠我们的村落？我等是吴国的士兵，跟着吴王打了很多年的仗，受了伤。军队要遣我们回家，这连年作战，遣散军资不足，我们只好一路乞讨。若是讨不到，便只能抢些粮食。我早说过，夫兵久而国利者，谓之有也。夫子说的什么意思？连年累月的打仗，还能利国利民，天下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对，你是什么人呢？别误，晚辈撒贝宁，因为读了您的书，特来请教。我的书？先生做的兵法呀？你稍等，啊。给他们一点粮食，让他们回家。
沿途再勿劫掠百姓。谢田夫子。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你怎么知道我曾做兵法？将军祖上本为田氏，后来因为立了战功，被齐国国君赐姓孙，宁名孙武，作兵法13篇，后世称为《孙子兵法》，被奉为典籍。我在此地无人知道我是谁，你竟对我了如指掌。哼！你说你来自后世，啊？2500年后。2500年后，2500年后啊，吴国、越国、楚国、齐国打来打去，他们都不在了吧？都不在了，现在都属于一个国家，叫中国。哦，如此甚好啊！天下黎民应该能过上好日子了。您说的对。你说你读过我的书，那你读到些什么呢？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做何解啊？军事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事关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仔细研究啊。所以啊，国家要备战，要重战。还有呢？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你还读到哪些？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些应该都是您说的话吧？你说的有些句子，居然是我后来补进兵法里面的。看来你真的是来自后世了。正是。啊，你来寻我，所为何事？先生被后世称为百世兵家之师，晚辈此行特来请教，先生为何要做兵法？我生于军事世家。祖父，咱们家本来是田氏，为什么要改孙氏呀？这是齐国国君所赐。祖父立下了战功，这是对咱们家的褒奖。为什么要打仗？来，过来。如果别人要打你，你要不要还手？要。这和打仗一样，别人要打我们的国，我们就要还手，要打败他，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家国，我们的黎民。祖父给我取名武，就是这个意思。止戈为武。祖父打了一辈子仗，就是希望能过上太平的日子。嗯。哈哈哈哈！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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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这些被绑着的俘虏叫做什么呀？
用他们换回我们被俘的将士。父亲是负责外事的卿，这就是外事吗？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外事和兵事都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能用外事解决的事情，不用战争来解决。就是说，国与国之间要和平相处，要交朋友。婉儿，说得对。那我也要学兵法，我也要学外事。兵法可以跟你叔父学。叔父，您怎么病成这样？吾儿，快离开齐国。叔父，您是齐国大司马，齐国现在正是乱局，吾儿要留下来照顾您，帮助我田氏一族。贵族之间斗争激烈，我田氏一族深陷其中，吉凶难测。你天资聪颖，要保全自己，速速离开齐国，将我田氏一族兵法之道传承光大。叔父，天下之大，吾儿应该去哪儿？去吴国。吴国日渐强大，你定将成就一番功业。快走！吾儿，吾儿，记住兵法之道，永远是我田氏一族立身之本。吾儿记住，止戈为武。婉儿要记住，天下虽安，望战必危。记住了吗？吾儿记住了。止戈为武，天下虽安，望战必危。止戈为武，天下虽安，望战必危。叔父所做的兵法，融合历代兵家之道，得我田氏一族兵法精要。兵法之道，守在人本。后世齐威王派大夫集成历代司马兵法，把大司马田穰苴的兵法也附在了里面，故定名司马穰苴兵法，后世也称司马法。兵者虽为凶事，但兵法之道应遵人道。我听从长辈嘱托，逃出齐国，经历磨难，辗转来到吴国，在一处茅庐隐居，潜心修筑兵法。
你是何人？这是何处？哦，你醒过来了。你是楚王派来杀我的人？哎，不是，在下孙武，字长卿，是齐国人。我父亲是齐国的卿，叫孙平。我祖父是齐国大将军孙叔。你是我救的。你救了我？齐国大司马田穰苴是你什么人？我叔父。齐国四姓之乱，你叔父被人构陷，惨遭陷害。对，你知道吗？我见到你的时候，你一身都是血，还晕倒在水沟里。坐。你叫什么？我叫乌云，字子虚，楚国人。我父叫伍奢，楚国太子太傅。其实你家的事我听说过，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你父亲谋反。那给。是楚王听信谗言，杀了我的父兄。我侥幸逃出了楚国，一路被他们追杀。我逃到吴国，沿街乞讨，可是我都讨不来一碗饭。多谢你救了我，长卿兄。哎，别客气，别客气。其实我们二人的命运很相近。哎，都是落魄流亡之人。你救了我，我一定不会忘记的。哎，没事，给我。你在铸兵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关乎于国家存亡、黎民生死，要慎重对待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都是我浅薄之见，啊！这怎么能是浅薄之见呢？你可真是一个天才！如果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吃粥吧。长卿兄，依你大才，如有明主得长卿兄辅佐，将称霸诸侯。我不想称霸诸侯，我只想把我田氏一族兵家之道铸成这部书。我父亲、叔父，如果见到我完成此书，定然欢喜。可是我想称名于诸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报父兄之仇。今日得遇长卿兄，你我便是刎颈之交。如有一日我能得遇明主，必与你比肩，立不世之功勋，扬美名于天下。再来一碗。抱负大，饭量也大。哎，长卿兄，如果你写成兵书，你有何打算？我啊，隐居山林，种地，煮粥。啊，隐居山林，种地，煮粥。如有一日我报了父兄之仇，我到这里陪你种地煮粥，不过我负责喝。那我怎么种地都不够你吃啊！
此后，我隐居茅庐，专心修筑兵法。子虚辅佐公子光，登上吴国王位。公子光后世称之为吴王阖闾，他上位之后拜伍子胥为大夫。子虚执掌吴国政事后，一日7次向吴王阖闾举荐我。将军的兵法13篇我看了，难怪子虚一日7次向寡人举荐。将军乃是天纵之才。大王过誉了，谢子虚兄引荐。寡人欲使吴国称霸天下，敢问将军当如何作为呀？当今天下，诸侯争霸，为王者若不图强，则难以自保。大王虽内合臣民，外事晋国，但纵观吴国周边之势，楚国强大，亲临诸侯。吴楚战乱多年，吴国地处东南，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且仓廪兵库不设，田畴不肯。大王虽心系百姓，奈何国势薄弱，故民难富，国难安。吴国受楚国之苦久矣啊！将军有何良策啊？伐楚，兴吴。伐楚兴吴，如何讲？攻打强楚，需分3步图之。哪3步？强吴，益楚，决战。2位将军可否细细讲来？大王，吴国蛮荒，城西地广，楚军极易破城，请大王多筑城郭，以求自保。甚妙。传我王令。听令。新立城郭。得令。城郭可聚8方黎民，可藏天下财货，可瑁4方风物，可屯军事兵甲，仓廪粮满，为富国之大要。大王，还需10仓廪。传我王令。广积余粮，以10仓廪。得令。虽有余粮，聚而屯之，可防灾荒，可为兵虚。好，好啊！等仓廪粮满，乃是我吴国图强之时啊！大王，还需10兵库。服兵者，兵士也，兵器也。将军所言极是，广邀能工巧匠，充实兵库。诺。
甲必称坚，甲必称坚；盾必称固，盾必称固；矛必称利，矛必称利；甲必称坚，盾必称固；矛必称利，甲必称坚，盾必称固；矛必称利，甲必称坚，盾必称固；矛必称利。夫盖何在？在。夫盖听令，命令你部将士分作3队，轮流袭击楚军边界。只要楚军应战，马上撤退。得令。大王，我军坚持轮番袭扰，穷年累月，楚军必定疲惫不堪。内强吴国，外力强楚，二位将军之策甚妙。报！我军已攻克楚国属国中吴。报！我军攻占楚之属国蜀。报！我军攻克楚地养城。报！我军大破楚军豫章。再探。得令。灭楚的过程历经数年，大小数十战。吴国采取主动，楚国疲惫应战。这样一来，两国在战争中的优劣地位悄然发生转换。我们等了6年。这6年当中，吴王阖闾采纳了先生的建议，养精蓄锐，城郭林立，仓廪粮满，兵库充盈。正如吴王所说的，吴国图强之时到了。直到有一年秋天，楚国悍然出战，攻打蔡国，给楚国致命一击。时间到了。报！蔡国、唐国使者求见大王。大王，唐蔡虽小，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与之结盟，可以避开楚国重兵伐守的正面。恭喜大王，伐楚之时到了。二位将军，请随我迎接。楚国不义，悍然攻打我蔡国，蔡国向吴王求援，唐国不堪楚国欺凌，愿与吴国共抗楚国。吴国愿与蔡国、唐国共伐楚国，共伐楚国。三军听令。攻伐楚国！吴王阖闾亲率水陆精兵3万多人，任孙武、伍子胥为将，对抗楚国20万大军。此战是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一次著名战役，史称伯举之战。报大王，我军直插楚军后方，在唐军和蔡军的引领之下，快速进军，直入大遂、直原、明鄂3关险隘，在大别、小别与楚军作战，屡战屡胜。在伯举，我军迎战楚军主力，大获全胜，继而挥师而进，势如破竹，5战5胜。现在我军已直至楚国国都郢都城下，请大王下令，攻取郢都。攻取郢都。攻取郢都。
博举之战，一改此前战争约日定期、一战即见胜负的传统模式，连续作战，运动坚定，出奇制胜，体现了上兵伐谋、避实击虚的兵法谋略。博举之战以少胜多，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经过这样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吴楚之间近100年的战事基本平息。吴国以3万兵力对战楚国20万兵力，大获全胜。哇，这场大戏看的是让人热血沸腾啊！吴楚这是100年的世仇了，而且呢，吴王阖闾上台之后，外界的环境也不错。哎，这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要打呀，但是孙武觉得不行，非德不用，非威不战。如果不能保证取胜的话，那就不能用兵，而且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不能用兵。他说：“民劳未可，且待之。”老百姓还比较的疲惫，还没有休养生息好，我们再等一等。这个过程长达6年，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战略定力。上兵伐谋，经过6年的疲楚战略，就从谋略思想上搞乱楚国。同时，孙子又非常注重伐交，也就在博举之战这一年的秋天，楚王向蔡国发动了进攻，蔡国实在受不了了，就联合唐国一起投奔到吴国来了，请求吴王帮助。孙子一看时机到了，作战过程之中，一开始是统领3万水陆大军，到了怀瑞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孙子说我们得从陆地上走。伍子胥就大惑不解了，我们吴军的强项可是水上作战呢，现在怎么到陆地上去了呢？孙子回答：兵贵神速，逆水行舟，那你就达不成偷袭的目的了。孙子挑选3500精兵，从路上快速穿插，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也是伐谋。最终以3万之师打败了20万大军，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迹。是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孙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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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将军。今日楚国郢都已破，各部严格约束本部士卒，宣我将令：不得亵渎楚国宗庙，不得烧毁百姓房屋，不得掠夺百姓财物，不得伤害老者、幼者，不得捉拿青年壮年，归降兵士，好生安置。凡有伤病者，务必全力救治。孙将军，孙将军，大王，看看，楚王人跑得慌张，连官竟然都留给了寡人。楚王的官，伯嚭在。你看，你仔细看看，好不好看？大王，威武！大王，吴楚之战，我们吴国胜局已定。臣以为，大王应速速班师回朝，休养民生，修和诸国，以解此次给吴国带来的危险。小国吴伐大国楚，这样就暴露了我们的军事实力，
天下诸侯警显，必以袁楚为名，行打击吴国之实，此为一险。楚虽败，实力仍然雄厚，假以时日，必将反扑，久留楚地，必遭其害，此为二险。君王在外长期不归，吴国朝内空虚，日久必生变故，此为三险。邻国越国近年厉兵秣马，我吴国长期对外作战，正是越国可乘之机，此为四险。有此四险，大王还能睡得安稳吗？安稳。寡人做王10年，从未睡过一个安稳的觉。可是这楚王的长榻实在是太舒服了，寡人睡在上面安稳得很呐。大王，入郢都后，有王族子弟侵扰百姓，肆意享乐，还望大王准许臣严加整治。将军，打了这么多年仗，大家都很辛苦，宽容几日，过几日，我一定严整军纪。军纪不能有一天松弛。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我们打了胜仗，攻取郢都，要巩固胜利，必要严肃军纪。孙将军，不必多言了，听寡人的，缓几日，啊，缓几日。长青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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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长青兄。今日待我攻入郢都，我刚才报了我的父兄之仇。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又找谁报的仇啊？楚王啊！楚王？熊人不是跑了吗？是啊，他跑了，他是跑了，可是他父亲楚平王熊居的墓还在。就是他杀了我的父兄，我掘了他的墓，报了仇。你是昏了头了吗？你怎么会做出如此倒行逆施之举？我倒行逆施？是。楚平王熊居，他丧尽天良。楚平王熊居，他生前有眼无珠，不辨忠奸，杀了我父兄，害我四处流亡，又对我一路追杀，我忍辱负重，心怀家仇，背井离乡15年，每遇父兄忌日，我只能遥隔千里祭奠，以泪洗面。我切齿发愤，立誓此生不忘楚国，不配为人子，不当面向楚王报仇，不配为人。
今日虽决楚平王雄居之路，但他死而葬，丧有地，上知其所，而我父亲至今都不知葬于何处。忠臣落得如此下场，我岂能让昏君安眠？子虚，你所受的苦，我亲眼看见的。你心里面痛，我也感同身受。但是你今天所做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你就是昏了头了，孙长卿！你我剜亲之交啊！我以为即使天下人人都厌弃我，唯有你，子虚不会厌弃我。子虚，是，你是君子，我背离人伦。我不配做你兄弟。伍子胥，你我兄弟情谊就此断绝。攻入郢都之后，吴王阖闾因胜利变得骄奢淫逸，伍子胥因复仇而变得丧失理智啊！战争啊，是最考验人性的。楚军败了，吴军却并没有胜啊！吴王阖闾留在郢都贪图享乐，此后不久，越国举兵攻吴，秦国派兵援楚，吴王阖闾的弟弟夫盖自立为王。先生，您当时预测到的几种危险，都应验了。面对诸多变局，阖闾速速班师回朝，收拾危局。那时的我也心灰意冷，辞去将军之职，归隐田园了。但是吴王阖闾此后仍然是频繁的对外用兵，四处征伐，连年的征战让国力日损，民生疲惫。伯举之战10年后，阖闾攻打越国，惨遭大败，身负重伤，派人紧急宣我到吴越边境见他。
大王，请您快些服药吧。孙武拜见大王。将军若再不来，寡人恐怕等不到了。大王，可好些了？哎，被勾践所伤，自知命不久矣。临终之前，寡人想把公子夫差和吴国托付给孙将军、武将军、伯嚭大夫，望诸位福保夫差，成就霸业。大王，孙武退隐山林，无心朝堂了。孙武，我父王如此看重你，你别不识好歹。大王有疾在身，应休养。大王，孙武祝您早日安康，告辞。父王，我早都说了，此人不可能为我所用。汉，寡人之汉，可惜了。大王，这是何意？子胥，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孙武若为吴国所用，那就是我吴国之福、三军之幸；若不被我吴国所用，那他就是我吴国的心腹大患、灭顶之灾。孤不久于世。将军，我看这样吧，要么你辅佐夫差，要么你就随寡人去吧。大王，当年是我一日7次向您推荐长卿，他伐楚有功，助吴国完成了传世功业。今日召回朝堂，说好了是重新启用，为何四面又埋伏刀兵？一语杀之。父王放心，没有此人，我照样可以灭了越国，为父王报仇。还等什么呢？动手！谁敢？谁敢杀孙长卿，就先杀了我。吴越，你是哪条的？你闭嘴！子胥，寡人知道你性情刚烈，先把剑放下，别伤着自己。大王，若不肯休养生息，坚持穷兵黩武，即便杀了孙武，也难保吴国平安。大王，武云、孙武，你们两个想死，今天就让你们死在一块儿。公子可以试试。大王，子胥，寡人是要将吴国和夫差托付于你，断不会让你死在寡人之前。夫差尚且听话。父王，武将军、伯嚭大夫，是寡人留给你的遗诏，你一定要善待他们。是，父王。大王，我今日临留子胥性命，必要先放了长卿，安然归去，保其一生平安。
将军若不离开吴国，寡人保将军一生平安。将军可否做得到？大王，孙武愿此生终老吴国山林。寡人谢过将军，退下吧。谢大王。谢子虚兄。你还记得我俩当初之约吗？我在乡间种些稻子，等你。长青，伍子胥留在朝堂，可是用兵如神的孙武选择离开了。在历史上有相关的记载吗？博举之战呢，是孙武参与的这个有详细记录的这个仅有的一次战役，在目前的史书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对孙武晚年的一个记载。孙子有一个观点，得胜之后要修其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战后恢复和平，修身养民。可是没想到得胜之后，吴王阖闾跟孙子的思想就格格不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情节设计的非常符合孙子的思想。那我们继续看吧。不久之后，吴王阖闾去世，夫差继任吴王。子胥留在朝堂，而我隐居于此，自称田夫子。夫差继任后的第2年，便全数出动精兵去攻打越国，在夫交大败越军。越王勾践派大夫文主求和，说愿当吴国奴仆之国。子胥进见吴王夫差，说要杀掉越王勾践，以绝后患。但是吴王不听子胥之计，与越国媾和，因此越王便视他为死敌，欲除之而后快。子胥为人刚烈，忠心耿耿，却为自己埋下杀机。先生虽然隐居于此，但依旧洞若观虎。夫差7年北伐齐国，夫差9年讨鲁国，夫差10年伐齐国，11年又伐齐国。这些年子胥觐见一次，就危险多一分。日前，我派遣心腹之人送信给他，告诉他若不立刻逃离，必遭杀身之祸。田夫子，田夫子，武大夫他。
这是子虚的剑啊！大王，臣想冒死禀报一事。讲。大王意在伐齐，让伍子胥去齐国谈判，可是他竟将儿子留在了齐国，国父给了报事。串通齐国，竟然把儿子也送出去了，他这是要谋反！大王，吴国是要出大事了，大王，你得早做准备啊！我不会等着他来杀我的。来人，赐伍子胥主漏之剑，让他自尽。不才，小儿，你不是要杀我，你这是要杀吴国！呀！穷兵黩武，北上称霸。我明知你将自招其祸，仍然忠心进谏。你呀，竟然要杀我！杀一个长辈，杀一个忠臣。我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我会在天上看着你吴国如何被越国所灭。我会在天上睁开我的双眼，看吴王夫差如何成为勾践的奴仆。不要！子胥，子胥！
走了的人，终究是走了。先生，您在兵书里也说过，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幸有先生和伍子胥之间的情谊，如高山流水，千古长存。先生节哀。长青，长青，长青，长青兄，嘿嘿，来了，嘿嘿嘿嘿，长青兄，我饿了，哦，哎。我煮了粥啊！来，快！哎，别那么急啊！来，哎哎。哎呀，手艺不错呀，还是年轻时候的味道，再加一点。哎呀，你的饭量还是那么惊人。嘿，不怕，我煮了一锅，慢慢吃啊。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哎，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长青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杵梨，陪我种稻子。以剑铸梨，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理。好主意！来，再来一碗，啊！我又不是饭桶。走了。
哎，走了。想明白就好。先生，先生是否愿意跟随我去看看《孙子兵法》在后世的流传？请带路。请。数十年后，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与齐楚秦燕并称战国七雄。您写的兵法流传于各诸侯国，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此人是谁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中，您被奉为兵家。这一位是法家的韩非。再后来，秦一统天下，结束了纷争。但可惜，秦暴虐，2世而亡。后汉室统一天下，王朝兴旺了数百年。吾观兵书战策，多也；孙武所著，深也。但孙武之兵法，世间版本行文繁杂，不得孙子要义，所以我要注释他。此人又是谁？东汉末年，汉室衰微，此乃汉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岂不是又是一个春秋？史称三国。孙武所著兵法，被我朝列为5经7书之首。凡我宋朝5科举子，皆应修习。到了宋朝，您写的兵书成为了官方颁行的兵法典籍，也是现存中国古代第1部军事著作。安国全军之道，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先生，您请看。再过1000年，就到了我生活的时代。您的《孙子兵法》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甚好啊，甚好。先生，我还想带您再看一个地方。
为何处啊？这里是《孙子兵法》沉浸式课堂。1972年，我刚大学毕业，20多岁。这些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2000多岁。汉墓中竹简的内容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我们将这些竹简送到北京，请专家鉴别。银雀山考古出土的汉代竹简，同时包含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内容，解开了《孙子兵法》作者的千古之谜。孙膑兵法是什么？孙膑兵法是宁家族的一位后人孙膑所作，他也是一位兵家之圣。宁田氏一族出了2位孙子。没想到我们2人的著作在2000年后会被后人看到。那好啊，可以告慰先人了。今天课堂的最后，我希望和大家一起重温《孙子兵法》开篇中的第1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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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下去了，传下去了。课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先生的兵法之道，其要义就在于慎战不战。这一军事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后世2000多年，直到今天，以和邦国，以和为贵，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也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里。感谢撒兄带我看到这些。谢谢先生，为后世留下这部千古典籍。那我可以放心了。刚才戏剧当中的课堂齐颂，
跨越古今，连接千年，看得让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看完整部剧很受触动，我们可以读其书而见其人。《孙子兵法》纵观13篇，都包含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严谨的辩证法思维。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呢，也从军事领域延伸到了外交、经济、生活这各种领域。《孙子兵法》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几乎整个东亚都在流传着《孙子兵法》。你再看欧洲，18世纪的时候，《孙子兵法》被翻译成法文、俄文、英文，全世界好多地方的军事院校都还在学习《孙子兵法》。我们中国呀，从来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是我们知兵这样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智慧，我们希望它也能够流布于全世界，让大家都知兵，但是都不好战，铸剑为犁。我有这么一个感慨：孙武啊，他是从小饱经战火蹂躏之苦的，所以他整个思想高度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国全军等等，也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思想：消弭战争，珍爱和平。可是啊，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一再证明，和平发展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相信啊，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着对和平发展的严峻挑战，一定会涌现出成千上万个既敢战又善战的新一代的孙武。自古热爱和平的我们中国人民啊，其实根本不愿意战争，但是我相信也不惧怕战争。我们会以亿万同胞凝心之力，共筑新时代的万里长城。谢谢薛老师。250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从《孙子兵法》中传承重战、慎战、安国全军的文化基因，发扬捍卫和平的伟大智慧。中国典籍，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再次感谢3位读书人与我们一同来品读《孙子兵法》，让我们下期再见。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